Hello，大家好，这里是木木与花。今天呢，想给大家讲一下凤仙花它的养护过程。正好呢，养这盆凤仙花已经快5个月了吧，给大家讲一下它的整个的这个复花的注意事项，以及它在北方如何进行养护，能够让它复花。这盆凤仙花我应该是8月的时候从花卉市场买的，当时呢是开花的，但是当时它的分枝特别的少，大概就5、6个吧。开花开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花朵凋谢了。还有8月底的时候，我因为要出差，所以它遭到了严重的缺水，叶片全部都耷拉下来了，所以花朵也没有幸存啊，全部都凋谢了。之后呢，就一直想等待它再次复花。但是呢，一直没有看到它复花的现象，而且当时只有5、6个分支，我觉得分支比较少，它不是现在这种比较圆润的这种分支比较多的这种球形、球状的这种，所以就看了一些视频呀，查了一些资料呀，凤仙花它是否能够修剪，以及怎样修剪比较好，所以在9月底，也就是国庆前夕，我给它进行了修剪，这个在我之前的视频里也有讲过。给它修剪之后呢，就一直正常的养护，每周呢会给它施一次花多多1号，促进它的生长。到了11月中旬的时候呢，在我们家所在的北方，也就是西安这边，它的温度降低，降到了5度以下。这个时候呢，这个温度就不是凤仙花适合生长的温度了，所以我就把它挪到了室内，继续进行养护。我会每周给它施一次磷酸二氢钾，灌根加上喷液都在进行。在北方西安的话，因为室内是有暖气的嘛，我们家的暖气温度应该是维持在20度左右，所以这个温度还是比较适合凤仙花它的生长的。就这样一直到了11月底，我就看到凤仙花它的顶端就长出了一些小花苞，就不断的这些花苞不断的变大。每天呢，我基本上给它提供的是超过4个小时的日照，因为现在把它放在的也是一个西阳台嘛，每天呢还是有足够的日照的，加上入冬以来西安的晴天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后面它的花苞就不断的膨大，从11月底到12月，花苞就不断的打开，就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它的花苞已经是打开了大半了，就非常的好看。历经的时间大概是3个月。之前其实在养护的时候，因为一直看不到它复花嘛，所以就有一点点的着急。但是查了一些资料，说凤仙花其实是一个常年开花的一个植物，非常容易复花的。但是第一次养的话，没有什么经验，还是会有点着急的。而且经过我这段时间的养护呢，我发现其实凤仙花还是比较好养护的，它生的病虫害也很少，基本上就是浇水，偶尔施肥，注意盆土不要过干，因为它还是一个比较吸水的一个植物，因为它的枝干我们都可以看到是一个比较吸水的一个比较软的一个那种根茎的。而且凤仙花它也非常的容易扦插，之前我有水培过凤仙花，就一直放在那儿就没有管它，生的根系也非常的多，生了根系之后就可以把它转土培啊。我也有一些转土培的这些凤仙花，它生根应该也是挺快的，很好扦插，很好繁育的一个品种。养它应该是不太费什么事的。其实我们小时候应该常见的是那种国产的那种凤仙花，这种应该是非洲的超级凤仙花。平常我们小时候见的是那种可以染指甲的那种，颜色大多是色黄色，也非常的好看。好了，那我们本期的对于凤仙花的讲解就到这里了。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在视频评论区告诉我哦，或者你养的凤仙花也可以在评论区拍照评论哦。那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